突然一声巨响，玻璃碎了一地，紧接着是一声惨叫。香奈被吓了一跳，这声音不对劲，肯定是出事了。他赶紧冲进房间，大声喊着：“达里威尔大人！”看到眼前的景象，他整个人都懵了。“达里威尔大人，您没事吧？”达里威尔紧紧抓着他的手，嘴里不停的呢喃，求他不要留下自己一个人。香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死死抱住。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就是那个拯救公爵的故事。可谁能想到，下一秒局面彻底反转，刚才的脆弱全不见了。他直接把香奈按在身下，手里竟然还握着一把短剑，语气冰冷地问：“你到底是谁？”连着熬了3个通宵，香奈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他从小就没了父母，还被豪赌的继父当成了活生生的摇钱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可那个吸血鬼还是不满足，一见面就动手，嫌他赚的太少。继父指着他的鼻子骂：“没用的东西，赚这么点钱，凭什么让你住在这？”香奈心里全是委屈，明明已经拼了命在努力，可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地狱？看着深夜空荡荡的街道，香奈叹了口气，难道这辈子就要这样一眼望不到头吗？他真的好累，只想逃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可就在他过马路的时候，变故突然降临，刺眼的灯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世界瞬间陷入了死寂。香奈感觉意识在不断下沉，难道我就这么死掉了吗？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香奈竟然睁开了眼，虽然浑身疼得厉害，但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他试着动了动手指，能感觉到风，还能闻到草木的味道，看来自己真的还活着。可等他看清周围的景象，整个人都懵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医院，而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草丛突然传出动静，香奈吓得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个方向，结果钻出来的竟然是一个长满尖刺的怪物。这下麻烦大了，刚死里逃生，难道又要交代在这了？眼看怪物的利爪就要落下，香奈以为这下死定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剑光闪过，怪物瞬间伸手一触，救星出现了。达里威尔收起长剑，动作干净利落，仿佛刚才只是随手解决了个小麻烦。香奈瘫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他反复问自己，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可鼻尖刺鼻的血腥味，还有身上真真切切的痛感，都在提醒他，这一切真实的可怕。这不是梦，他真的来到了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危险世界，被卡车撞飞，然后在陌生的荒野醒来，接着又被帅气的骑士从怪物口中救下。香奈仔细捋了捋，这剧情怎么越想越眼熟？看着远处那座宏伟的城堡，他终于敢确定了，这不就是小说里最常见的异世界穿越老套路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彻底告别过去，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想到这，香奈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鼓起勇气对眼前的救命恩人说了声谢谢。可这位叫达里威尔的骑士只是冷冰冰的应了一声，连头都没回。看来这位救命恩人不是一般的难打交道。本以为救命恩人会交代几句，结果达里威尔头也不回的走了。香奈直接吃了个闭门羹，这人也太高冷了吧！他赶紧小跑着追上去，一边喘气一边试探着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结果对方像没听见一样，连个眼神都没给。香奈这下尴尬了，感觉自己像是在热脸贴冷屁股。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大哥该不会是个聋子吧？”就在这时，达里威尔突然停下脚步，冷冷地盯着他问：“你到底为什么要跟着我？”香奈被问得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对了回去：“还不是因为你不理人直接走掉，我现在完全迷路了，除了问你还能问谁？”香奈开启了连珠炮模式，从镇子的名字问到怪物的种类，恨不得把对方的底细全挖出来。可达里威尔就像尊石像，一个字都不肯往外蹦。这下香奈彻底抓狂了，感觉自己又在热脸贴冷屁股。他大声质问对方，是不是又打算把他当空气？没想到达里威尔突然开口，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说别再跟着了，这完全是为了他好。香奈听得一脸懵，随即火气也上来了。他觉得这家伙肯定心里有鬼，不然为什么连个镇名都不敢说？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达里威尔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藏着让人看不透的情绪。而远处的城镇已经隐约出现在了视线里。走进城镇的那一刻，香奈还没来得及感叹这里的宏伟，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周围的镇民看到他们，简直像见了鬼一样，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在问那个女人是谁，更多的人是在小声咒骂，说达里威尔是个不祥的怪物，甚至有人拉着孩子赶紧躲开。香奈被这些充满敌意的目光盯得心里直发毛，他开始怀疑身边这个救命恩人是不是背了什么滔天大罪。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老妇人突然冲出来，死死拽住了他的胳膊，压低声音警告他，说他要是再跟着这个男人，迟早也会被诅咒。香奈彻底懵了，这个帅气的骑士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还没等香奈反应过来，一支冷箭嗖的一下直接定在了他脚边，差一点点就把他扎成串了。香奈吓得当场愣住，还没看清剑是从哪射来的，达里威尔已经拔剑挡在身前，这下全镇都乱成了一锅粥。镇民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嘴里还喊着要出人命了。达里威尔一脸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根本不听香奈的劝阻，直接奔着箭射来的方向冲了过去。一眨眼的功夫，他人就消失在混乱的人群里，只留下香奈在原地干焦急。就在这时，管家赛隆气喘吁吁地赶到，看着满大街乱跑的人群，他整个人都麻了。自家那位祖宗到底又跑哪去了？赛隆还在一边找人一边抱怨，觉得自家主人出门总是不打招呼。结果一抬头，正好撞见达里威尔拉着香奈正在巷子里疯狂玩命。这哪是散步，这分明是在逃命。一群黑衣人在后面穷追不舍，在错综复杂的巷弄里把两人追得无处可逃。
黑衣人冷笑着围了上来，说：“总算把他们给堵住了。显然这帮家伙是有备而来，根本没打算留活口。”香奈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对方的短刀已经劈头盖脸砍了下来，这一下要是躲不开，真的就要了亲命了。看着黑衣人手里明晃晃的短刀，香奈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种倒霉事为什么会轮到自己头上？而且这次对方显然是想要他的命。更糟糕的是，巷子前后都被堵死了，这下彻底被人家包了饺子。就在他以为自己死路一条的时候，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达里威尔！”低声命令道。低头，香奈下意识地猛地蹲下，紧接着一道剑光闪过，刚才还嚣张的黑衣人瞬间惨叫倒地。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简直帅炸了。香奈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背影，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家伙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就在黑衣人准备下死手的一瞬间，香奈心里咯噔一下，这下真的躲不掉了。结果下一秒，整个人直接腾空而起。达里威尔男友力爆表，一个横抱把他死死护在怀里，低声提醒他抓稳了。还没等香奈反应过来，两人已经闪到了安全地带。捡回一条命的香奈一边拍着胸口一边道谢，刚才那场面，他是真的以为自己要交代在那了，可没想到一向冷冰冰的达里威尔竟然低头说了句对不起。还没等香奈回过神，他又紧接着泼了一盆冷水。他把香奈放回地面，语气严肃的让人害怕。他说：“这就是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绝不让他卷进来的原因。”达里威尔想用几句话就把人打发走，香奈可完全不买账。他死死拽住对方的衣服，大声质问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明明刚才救人的时候那么拼命。接着他就像开了连珠炮一样，非要问清楚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埋伏，还有镇上的人为什么都躲着他。可不管他怎么闹，达里威尔始终是一副冷淡的样子。就在香奈气的快要跳脚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幽怨的声音。消失了半天的管家赛隆终于气喘吁吁的赶到了。赛隆看着自家主人，一脸无奈的说：“总算抓到您了。”达里威尔倒好，反而先开口问人家跑哪去了。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赛隆给噎死。他扶着膝盖，累得像条狗，心说这话明明该我问你吧，为了找你们，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赛隆盯着眼前的女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身打扮，还有面对公爵时那份淡定，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眼看两人要走，赛隆赶紧把人拦下，想打听她的名字。香奈大方的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香奈，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心里很清楚，关于异世界的事情绝对不能说漏嘴。赛隆转头看向自家主人：“您真的认识这个女人吗？”赛隆这才正式打招呼，说自己是艾森伯格家的总管家，而身边这位正是家族的二少爷达里威尔。香奈一听，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顶级豪门吗？住的是大庄园，家里还有成群的佣人伺候，那得是有多有钱啊！既然对方这么有实力，那机会不就来了吗？他直接语出惊人，问赛隆能不能雇他当女仆。这下把两个人都整不会了。谁能想到他居然想去人家家里打工？为了能留下来，香奈开启了疯狂推销模式，说自己从小就是家务小能手，洗衣做饭样样精通。他甚至当场表态，只要能报答达里威尔的救命之恩，让他干什么都行。眼看对方没反应，他干脆使出杀手锏，直接一个大礼跪在地上，求人家带他回府。毕竟现在他没钱没房没家人，要是被丢在这荒郊野外，那真的是死路一条。他装出一副被吓坏的样子，说自己刚被怪物袭击过，现在连城里都不敢回。赛隆推了推眼镜，听到怪物这两个字，他的眼神瞬间就不一样了。赛隆心里其实在打小算盘，要是让这女人就这么走了，万一他在城里乱说话，把怪物的事全怪到达里威尔的诅咒上，那家族的名声可就彻底臭了。他转头请示自家主子，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达里威尔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松了口，既然没地方去，那就先带回去吧。赛隆赶紧把丑话说在前头，女仆的事儿现在还没戏，但可以让他在府邸外的仓库住一晚，而且仅此一晚，明天之后是死是活得靠他自己。香奈一听简直乐坏了，管他是仓库还是马厩，只要今晚不用在野外喂蚊子，那就是天大的好事。香奈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死死拽着达里威尔的胳膊不撒手，活脱脱一个甩不掉的小尾巴。赛隆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也没说，但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了。就这样，香奈跟着他们回到了艾森伯格府邸。这地方大的离谱，简直就像一座华丽的迷宫。看着香奈走在前面的背影，赛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要知道，他以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往二少爷身边塞个女仆都办不到，结果这姑娘倒好，居然自己上赶着要留下来。难道她真的不怕那个传闻中的诅咒吗？赛隆看着香奈，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这姑娘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能推进那个计划的未婚妻人选？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毕竟在这个家里当未婚妻，那可是要随时丢掉性命的。这姑娘恐怕还不知道自己进了狼窝。他转头试探达里威尔，说这姑娘胆子大的离谱，不仅一点都不怕二少爷，甚至还主动往公爵家里钻。达里威尔倒是表现得很淡定，说自己只是刚好路过，顺手把人从怪物嘴里救下来而已。可赛隆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的达里威尔救完人绝对会立刻消失，根本不会跟这些平民扯上关系。赛隆还是觉得不对劲，他盯着自家主子追问，为什么偏偏是这次？您居然会跟那个女人待了这么久？达里威尔语气平淡，说是他自己非要跟过来的，甩都甩不掉。赛隆表面上没再多说什么，但心里比谁都清楚，二少爷今天实在是太反常了。不过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个好消息，因为镇子上的人都看在眼里，一个普通女人居然能跟在达里威尔身边，而且还活得好好的。只要大家对二少爷的看法
开始转变，那他筹划已久的那个计划，就算是成功了一大半。距离上一任未婚妻逃跑已经过去整整半年了。赛隆盯着香奈，不知道这姑娘这次能不能成。而此时的香奈正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换上这身华丽的蕾丝礼服，感觉就像走进了漫画世界。这公爵府邸确实气派，连外面的一间小别馆都装修得这么精致。可新鲜劲儿一过，现实的问题马上就来了。明天开始该怎么在这儿混下去？香奈心里直打鼓，哪怕让他当个打杂的跑腿也行，只要能留在这座大房子里，干什么他都认了。香奈这姑娘也是个行动派，刚换好衣服就坐不住了，打算出门找点活干，好让自己在这儿住得心安理得。结果刚一推门，正好撞见守在门口的赛隆，这下场面一度非常尴尬。香奈赶紧解释，说自己不是想在府里乱窜，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赛隆听完微微一笑，直接把他的小心思给堵了回去，说公爵府里最不缺的就是能干的女仆，根本轮不到他来动手。就在香奈以为自己要被赶回去时，赛隆却突然话锋一转，主动提出要带他去府里转转。这下可把香奈给乐坏了，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这位管家大人提前布好的局里。香奈还在心里盘算着，等会儿进了府邸，一定要找份正经工作留下来。可他不知道，身后的赛隆早就盯上他了，正打算趁着这次带他参观，把那个秘密计划给挑明了。一进府邸大门，香奈整个人都看傻了，这种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的豪宅，居然真实的出现在自己眼前。赛隆一边带路一边试探，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香奈只能紧张的猛点头。走到一幅巨大的地图前，赛隆开始介绍起这片领地，说这里虽然地处边境，但物产丰富，尤其是食物味道一绝。看着香奈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赛隆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正走着呢，香奈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撞击声，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堂堂公爵大人达里威尔竟然穿着件半开的黑衬衫，在那儿满头大汗的劈柴，这哪儿像个贵族，简直就是个干粗活的苦力。香奈一脸懵地问赛隆，这种活不是该仆人干吗？怎么轮到主子亲自动手了？赛隆无奈地解释说，这是达里威尔的哥哥卢西安下的命令，因为达里威尔不爱社交也不当官，作为交换，家里的体力活全归他管。香奈听得心里直发毛，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可赛隆却说，达里威尔本人根本不在乎，只要对领的有好处，他甚至觉得劈柴是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看着达里威尔沉默劈柴的背影，香奈突然觉得这个男人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赛隆在一旁不停地夸，说达里威尔为了保护领地，每天雷打不动地坚持训练，是个实打实的行动派。香奈也觉得当初自己落难的时候，这个男人确实二话不说就出手相救，怎么看都不像个坏人。可他心里总有个疙瘩，既然他这么正直无私，为什么城里的百姓都躲着他，甚至还有人警告自己说靠近他会被诅咒？香奈忍不住问赛隆，既然他这么有本事又爱民，为什么不干脆站出来掌权，反而要在这儿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赛隆听完叹了口气，说达里威尔根本不在乎名声，他只想帮到眼前能看到的人，哪怕被所有人误解也无所谓。看着赛隆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香奈越来越觉得这个被全城惧怕的公爵大人身上一定藏着什么不得了的秘密。香奈看着达里威尔落寞的背影，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达里威尔固然是个怪人，但周围这些人竟然就这么看着他干粗活，这种冷漠的态度简直比他本人还要诡异。就在他还没琢磨明白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打破了沉默，一个传令兵慌慌张张地冲了过来，大声喊着赛隆的名字，说是有极其紧急的消息要汇报。赛隆和香奈同时回过头，脸上的轻松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封突如其来的急件打破了府邸的平静，赛隆甚至来不及多解释，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下香奈落单了，为了能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他决定去帮公爵干点活，说不定表现好了还能转正。结果刚跑过去想帮忙，达里威尔头都没抬，冷冰冰地丢下一句不需要。这热脸贴冷屁股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看来这位公爵比想象中还要难搞定。虽然被拒绝了，但香奈还是硬凑了上去，毕竟救命之恩还没报，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个人干活。他一边帮忙搬木头，一边试探着打听，听说公爵大人还有个哥哥。本以为又要碰钉子，没想到他竟然开口回应了，虽然只有简短的一个字，但也算是个好的开始。香奈趁热打铁，想知道那位把活儿全丢给弟弟的哥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达里威尔停下脚步，语气里听不出情绪，只说他哥哥是个完美的人，永远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这话听着是在夸奖，可气氛怎么突然变得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看着眼前这个任劳任怨的男人，香奈心里忍不住感叹，被强塞了这么多杂活，他竟然一点怨言都没有。为了打破尴尬的沉默，香奈开始没话找话，夸这儿不仅风景好，连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达里威尔停顿了一下，看着远处的景色，低声回应，这片土地确实很美。想起赛隆曾经说过的话，香奈这才反应过来，他之所以愿意放下身段干粗活，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这种不求回报的温柔才是最致命的。香奈这姑娘也是真敢说，抱着木头还不忘给个直球评价，说他真的是个特别好的人。这句话一出，达里威尔整个人都愣了一下，他习惯了别人看他时眼里全是害怕或者瞧不起，这还是头一次有人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或权势，而是因为他这个人给了他最真诚的肯定。
那种温柔的眼神让他心里那座冰山竟然开始有了裂缝。看着香奈一脸疑惑的追问，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但有些东西已经在悄悄改变了。管家赛隆看着手里的信，愁得直揉太阳穴，因为那个难缠的卢锡安已经代表家族去了邻国，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整个家族的继承权恐怕都要落到卢锡安手里。赛隆心里很清楚，为了这片领地的未来，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现在唯一能对抗卢锡安的，就只有达里威尔了。可他现在的名声和地位，根本得不到贵族们的认可。看来赛隆得想个法子，帮这位公爵大人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了。赛隆正愁得不行，他觉得达里威尔要是想翻身，就必须得重新杀回上流圈子，起码得证明他能跟正常人交流。可还没等他想出个头绪，香奈就突然蹦了出来。赛隆定睛一看，整个人都傻了。原本漂漂亮亮的大小姐，现在满身都是灰尘和泥巴，活脱脱像个刚从土里钻出来的。赛隆颤抖着问他，这到底是去哪儿遭罪了？结果香奈一脸兴奋地说，他刚才正帮着公爵大人劈柴呢。听到劈柴这2个字，赛隆感觉天都要塌了。他在这儿费劲巴拉想搞社交，自家主子竟然带着姑娘在后院干苦力，偏偏香奈还没察觉到不对劲，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夸说公爵大人是真的很爱这片土地。这下赛隆是真的彻底没话说了。赛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试探着问香奈，待在那个脾气古怪的公爵身边，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害怕吗？结果香奈一脸呆萌的反问，为什么要害怕啊？虽然他说话确实有点直来直去，但他救过我的命，而且他真的是个特别好的人。看着香奈那副认真的样子，赛隆心里的小算盘开始飞速运转。这姑娘不仅不怕达里威尔，甚至还觉得他哪儿都好。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让香奈成为公爵夫人，说不定真的能改变那个冰块脸，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救星。想到这儿，赛隆突然一拍手，整个人像变了脸一样，说还有一件最关键的事忘了交代。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把香奈吓得够呛，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国家的秘密，能让稳重的管家急成这样？赛隆一脸严肃地压低声音，说出了那个隐藏多年的秘密。艾森伯格家族其实背负着诅咒，而且隔三差五就会闹出一场灾难，全领地的人都对这事避之不及。赛隆死死盯着香奈，就想看看这姑娘会被吓成什么样。结果香奈沉默了半天，突然两眼放光地喊了一句，我简直太喜欢诅咒了。这下轮到赛隆整个人石化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香奈竟然是个重度恐怖片爱好者，越是吓人的东西他越兴奋。香奈这会儿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他想起前世为了省钱，天天钻在免费漫画里看各种悬疑剧，这种带诅咒的豪门恩怨简直就是他的心头好。看着香奈在那儿兴奋的手舞足蹈，赛隆感觉自己的三观都碎了。他本想给人家一个下马威，结果却精准踩中了对方的爽点。香奈这会儿兴奋的不行，拉着赛隆不停的追问，说既然这世界真的有诅咒，那到底长什么样？他甚至想现在就去见识见识。赛隆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心想这姑娘真是个宝贝，别人听到诅咒都恨不得躲远点，他倒好，简直就是为了公爵府量身定做的。不过赛隆的脸色很快沉了下来，他正打算说出那个最扎心的真相，其实所谓的诅咒指的就是达里威尔本人。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大厅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打断了赛隆的话。一个金发闪闪的男人推门而入，来的人正是卢锡安，也就是达里威尔的亲哥哥。他这一出场简直自带圣光，把旁边的香奈都给看愣了。谁能想到在这么个阴森森的公爵府里，竟然还藏着一位长得这么犯规的贵公子。卢锡安居高临下的看着香奈，问这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赛隆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他是公爵遇袭时的目击者，因为没地方去，才暂时在府里借住一晚。香奈为了留下好印象，赶紧开启了夸夸模式，说早就听达里威尔提起过，卢锡安是个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能见到本人真是太荣幸了。卢锡安听完先是一愣，随后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他突然凑到香奈耳边，伸手轻轻撩起她的一缕长发，低声夸她是个迷人的小姑娘。这突如其来的近距离接触，让香奈整个人都定住了。他哪见过这种大场面，心里直呼这王子的杀伤力实在太强，根本让人顶不住啊！可就在这暧昧到极点的时刻，大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这不速之客的出现，瞬间打破了屋里的气氛。这下真的是大型翻车现场。卢锡安正搂着香奈的腰，两人这暧昧的姿势还没来得及分开，就被推门而入的人撞个正着。达里威尔就站在门口，死死盯着眼前这一幕，那眼神冷得像要把人冻住。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香奈吓得赶紧叫出了声：“达里威尔大人！”卢锡安突然凑近，笑着问：“美丽的小姐，能不能也陪我聊聊？”这距离实在太近了，香奈整个人都僵在原地，虽然觉得有点失礼，但根本没法拒绝。卢锡安看似漫不经心的打听：“你刚才和那两个人聊了什么？”香奈心里直打鼓，这种大人物怎么会对我这种小角色感兴趣？香奈刚想解释赛隆要带他参观，卢锡安直接把话接了过去：“既然这样，那就由我来代劳吧。”这下香奈彻底懵了，一个皇子竟然要给陌生人当导游，难道这里的贵族个个都这么平易近人吗？卢锡安转头问赛隆：“你应该不介意吧？”赛隆哪敢说个不字，只能恭恭敬敬地退到一边。看着香奈受宠若惊的样子，卢锡安笑得更灿烂了。他说平时见到的都是死板的客人，难得能找个人随便聊聊。可就在这一片祥和的背后，达里威尔的眼神已经冷到了极点。看着卢锡安那张神采飞扬的脸，香奈忍不住感慨，这位皇子和冷冰冰的达里威尔性格简直是两个极端。卢锡安笑着发出邀请：“那我们出发吧。”
香奈赶紧跟上，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气氛。达里威尔就这么站在原地，死死盯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那眼神简直要把走廊都给冻住了。好不容易结束了这场热情的参观，香奈干活确实利索，没一会儿就把书房整理得井井有条。卢西安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哪有让客人动手干活的道理？香奈倒是想得开，既然人家收留了自己，总得表现出点价值来。他甚至在心里盘算，要是能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女仆，以后留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卢西安忍不住笑出声，直夸他是个乐天派。毕竟普通人要是经历了早上的袭击，现在恐怕连路都走不动了。香奈只是笑了笑，他说就算再怎么焦虑，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种远超常人的冷静，让这位皇子对他彻底刮目相看。香奈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他早就明白一个道理，悲伤换不来任何人的救赎。在那个被继父虐待的过去，只要停止挣扎，整个人就会彻底沉沦。卢西安非常认同他的看法，但他现在也有自己的烦恼。看着桌上堆成山的公文，这位皇子忍不住开始大吐苦水。毕竟半年后他就要接手家族事务了。香奈看着那些复杂的合同和报告，心里却想到了另一个人。达里威尔明明那么热爱这片土地，却只能在偏僻的地方劈柴度日。他觉得这样的人才被埋没，实在可惜。于是试探着问卢西安，难道达里威尔平时从来不接触这些家族事务吗？听到香奈又在提达里威尔，卢西安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无奈的感叹，你可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一直聊别的男人的女人。这语气里明显带着酸味。卢西安顺势牵起香奈的手，眼神里全是温柔的陷阱。他轻声问，难道是我表现得不够好吗？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表白，香奈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赶紧解释，只是因为在这里没几个熟人，才下意识提到了那个人。卢西安显然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他步步紧逼，眼看气氛越来越暧昧，香奈实在招架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急着去洗手间，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留下这位皇子在原地对着空气哭笑不得。香奈一口气跑出老远，扶着走廊的柱子直喘气。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实在太逊了，怎么能因为人家一句话就落荒而逃？他忍不住开始吐槽这两兄弟，达里威尔是个闷葫芦，卢西安却是个社交悍匪。这两个人的性格要是能中和一下，那简直就是完美。不过说实话，被那种长相的皇子盯着夸漂亮，换成谁恐怕都会大脑空白。香奈拍了拍脸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新的麻烦又来了。这宫殿大的简直像个迷宫，转了半天，不仅没找到回去的路，反而越走越偏了。香奈这下是真的迷路了。正当他发愁的时候，刚好看到前面有几个女仆经过，他本想上前打个招呼问路，可还没等他开口，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这些女仆一个个神色慌张，好像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还没等香奈反应过来，空气中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巨响，这声音大得离谱，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瞬间撕碎了。原本安静的走廊一下子变得乱作一团。香奈停在原地不敢乱动，直觉告诉他，这宫殿里肯定出大事了。就在香奈迷路的同时，达里威尔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他独自躲在阴暗的角落，整个人像是被某种剧痛彻底撕裂。他跌跌撞撞地冲向走廊，每走一步都显得无比艰难。路过的女仆被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谁也不敢靠近这个状态诡异的男人。达里威尔试图保持清醒，可意识却在飞速坠落，那些血红色的恐怖记忆像潮水一样将他彻底淹没。他嘴里反复呢喃着自己的名字，仿佛那是最后一点理智的防线。然而黑暗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真正的怪物似乎就要破茧而出了。惨叫声突然传遍走廊，香奈赶紧追上去问个究竟，到底出什么事了？女仆们却在小声嘀咕，说地板又要被弄脏了，还抱怨这诅咒真麻烦。诅咒？难道赛隆之前提醒过的事真的要发生了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屋里再次传出恐怖的叫声，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香奈决定豁出去了，不管诅咒有多可怕，他都要亲眼看看真相。推开门的那一刻，达里威尔正痛苦地倒在地上，整个人看起来快要崩溃了。香奈刚想冲过去帮忙，却被赛隆一把拦住，说现在靠近他非常危险。看着达里威尔这么难受，周围的人却只是冷眼旁观。香奈心里全是问号，难道就没人打算救他吗？看着达里威尔痛苦成这样，香奈实在没办法，转头离开。他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冲上去紧紧抱住了他。现在的达里威尔完全失去了理智，嘴里还一直喊着救命，这副模样简直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就在这一刻，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涌上心头，香奈突然愣住了。这种感觉他小时候绝对经历过，一段被尘封的记忆正要破土而出。这种滋味香奈太清楚了，小时候那种没人帮没人疼的孤独，比身体上的疼痛更折磨人。看着眼前挣扎的达里威尔，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男人现在也正处于同样的深渊里。既然没人愿意管他，那就由自己来当那个伸出手的人，哪怕只能给他一点点安慰也好。就在香奈握住他的那一刻，达里威尔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死死的不肯放手。他声音沙哑的哀求着，求香奈千万不要离开。谁也没想到达里威尔会突然发力，直接把香奈拽到了身边。看着他那赴死不放手的样子，香奈最后还是心软了。他回头看了看那些不知所措的仆人，决定独自留下来。两只手就这样死死地攥在一起，仿佛只要一松开，眼前的平衡就会彻底崩塌。就这样，香奈在床边守了一整夜，直到眼皮打架，不知不觉地睡熟了。香奈醒了，看着达里威尔，我就这样睡熟了。
原来传闻是真的，达里威尔身上确实带着某种诅咒，发作起来的样子确实让所有人感到害怕。家里的女仆们私下里都在抱怨，觉得他是个喜怒无常的大麻烦，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但香奈却觉得大家都看走眼了，那个在痛苦中挣扎的男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更害怕。就在香奈守在床边胡思乱想的时候，手心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触感，达里威尔在这个时候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香奈本以为他醒了是好事，还小心翼翼的道歉，问是不是自己吵醒了他。可谁能想到，达里威尔睁眼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翻脸不认人。还没等香奈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一股蛮力死死按住，局面瞬间失控，冰冷的刀刃直接抵在脖子上。达里威尔眼神冰冷地质问：“你到底是谁？是不是潜入进来的刺客？”刚才那个虚弱求救的男人仿佛从来没存在过，香奈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要命的时刻，管家赛隆推门冲了进来，看到眼前的局面，他吓得大喊：“大人，快看您的记录！”达里威尔愣住了，手里的短剑也停了下来，他低声说了句对不起，语气里满是疲惫。赛隆，赶紧过来打圆场，让香奈先回房间休息。达里威尔那冰冷的眼神让香奈觉得他完全变了个人，这种陌生感让他心里发毛。等香奈离开后，达里威尔才慢慢冷静下来。赛隆在旁边话里有话，他打算把所有的秘密全都告诉那个女孩。赛隆盯着自家的主人问：“你为什么偏偏对她这么执着？要知道，她可是担心了你整整一个晚上。”听到这句话，达里威尔沉默了。他想起香奈握住他的手时那份真切的关心，这份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感情，恐怕再也藏不住了。本以为换个世界生活就能得到想要的幸福，可达里威尔的冷漠让香奈觉得自己全是自作多情。原来那些所谓的亲近，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幻觉。这种被泼冷水的感觉，真的让他心灰意冷。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了嘈杂的议论声。那个爱找麻烦的维奥拉，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听仆人们的口气，这庄园怕是又要不消停了。听到外面的人在说达里威尔坏话，香奈心里正不是滋味。谁能想到，这位冷冰冰的大人竟然主动登门，还破天荒地为了早上的事道歉。这下轮到香奈手足无措了，他赶紧摆手说自己也有错。可达里威尔却突然语出惊人，直接否定了他的道歉。看着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香奈彻底愣住了。这个男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达里威尔终于说出了那个大秘密，原来他身上背负着诅咒，每隔7天，他的记忆就会被彻底清空。香奈这才反应过来，难怪昨晚他会表现得那么反常，因为今天早上刚好就是他断片的日子。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香奈整个人都傻了。达里威尔盯着他冷冷地问：“你到底是谁？”曾经的那些温存和关心，竟然在一夜之间全都被他忘得干干净净了。达里威尔低声道歉，说他不想把任何人卷进自己的麻烦。香奈这才明白，原来他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其实是在保护身边的人。为了帮他找回记忆，香奈赶紧解释了昨晚的来龙去脉。可达里威尔听完后，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知道了，甚至又道了一次歉。就在气氛陷入尴尬的时候，管家赛隆突然说有事要单独和香奈谈谈。结果达里威尔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香奈心里一阵失落。话还没说完呢，这个男人怎么又变回老样子了？香奈终于看穿了，达里威尔之所以选择孤独，其实是不想让身边的人受伤害。眼看他要走，香奈忍不住叫住了他。他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难道你一个人就不觉得寂寞吗？总是把别人推开，这种滋味他曾经也感同身受。”可话刚出口，香奈就后悔了。他赶紧打哈哈说自己想多了，像大人这么强大的人，怎么会和他一样呢？看着达里威尔沉默离去的背影，香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明明是想安慰他，结果却把气氛搞得更僵了。临走前，达里威尔说了心里话，他说自己并不是想要孤独，而是根本身不由己。还没等香奈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关上门离开了。这时管家赛隆走了过来，打算把诅咒的真相全部告诉他。原来10年前达里威尔母亲去世，就是一切悲剧的导火索。从那天起，不被爱之咒就彻底缠上了他。香奈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不被爱之咒，这到底是个多么残酷的诅咒？赛隆揭开了那个残酷的真相，每隔7天，达里威尔关于所有人的记忆都会清零，他只能像机器一样把每天的事记在纸上，但这仅仅是记录，他的心其实一直死在10年前的那一天。更可怕的是，这个诅咒还会连累身边的人，只要靠近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生病或者遇到袭击。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个会带来不幸的扫把星。香奈这才反应过来，难怪昨晚自己会突然被黑影攻击，原来这一切都是诅咒在作怪。因为这个身份，达里威尔被整个社交界彻底抛弃了，他只能躲在皇宫最冷清的角落，做着一份不需要和任何人说话的工作。香奈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高冷的男人，竟然一直活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绝望里。虽然听上去逻辑自洽，但香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只是单纯的诅咒，这些代价未免也太巧合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赛隆突然一脸严肃地看向他，说为了改变大人被孤立的现状，他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没等香奈反应过来，赛隆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竟然想让香奈去当达里威尔大人的未婚妻。这下香奈彻底原地石化了，明明是来调查真相的，怎么聊着聊着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聊进去了？就在庄园乱成一团的时候，又一位不速之客杀到了门口。维奥拉坐着马车直接闯了进来，他猛地合上手里的折扇，咬牙切齿地念着达里威尔的名字。看样子这两人之间的过节可不是一般的大。他对这空荡荡的车厢发誓，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原谅
那个男人。